位于北京昌平13陵中的明德陵是明代著名皇帝，也就是明熹宗卓佑教及其皇后的合葬陵寝。时至如今，这边仍然是一处尚未开放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它也是明朝所营建的最后一座陵寝。毕竟后边的崇祯已经没有条件新建帝陵了，最后是和田贵妃葬在一起的。这个可以详见我的明思陵视频。正常来说，这边是进不去的，但这一次我们在央广网的协调之下，得以走进其中，一窥真容，也祝愿他们的活动非一般的中国能越办越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我们目前在的是北京13陵里边的德陵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德陵前的神功圣德碑被围栏给圈起来了，目前是不能靠近的。在明朝时期，它外边是有碑亭的，但清朝修缮之后，这个就没有了。德陵的入口就是此处的陵恩门，此门面阔3间，上覆黄色琉璃瓦，其屋顶为单檐硬山顶。走进入口之前，我们发现正门的门钉也是9×9的配置，上方则有4个门簪。现在我们走进去，沿着甬道奔向灵恩殿的遗址。其实本该还有左右配殿，但在清朝修缮时就把左右配殿给拆除了。灵恩殿玉露石雕的上方为龙凤浮雕，下方则是山海云纹浮雕。它的边缘摆放着很多残存的石构件，它们没有被集中起来，而是被放在了大殿遗址的边缘。在清朝修缮的时候，灵恩殿也被从大改小了。要么说清朝这个修缮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们这属于是越修越少，越修越小。看完灵恩殿的旧址，我们沿着侧面的道路一路往后走，就来到了3座门。德陵3座门的外观也是比较完整的，它左侧的门是敞开的，这便是后一进院落的入口。现在我们穿过3座门，远远的就能看到棂星门了。这边的棂星门如今也只剩下了2根石柱子，并未重修木构，其2侧下方为抱鼓石，上方则是望天吼。棂星门之后便是一套完整的15供，这和其他几陵的15供相同，皆是中间一个石炉，外侧则是烛台花瓶各一对，下边是熟悉的须弥座。这些东西摆在明楼前，便是一套不易朽坏的供奉。再往前就是方城区域了。德陵方城的正面没有直达明楼的江岔路，是上不去的，所以得穿过方城的门洞到后边去找路。方城后边的琉璃影壁是紧贴着宝城城墙的，和另外几处又不相同。现在沿着后方的小坡度江岔路，我们一路登上去，就来到了明楼区域。此楼的屋顶为重檐歇山顶，上覆黄色琉璃瓦，其斗拱结构与前几陵近似，都是上层出跳数多于下层出跳数，而且转角斗拱的下边也有熟悉的霸王拳。这些在明朝时都是木构，但清朝修缮时就都改成石结构了。现在我们走进明楼，阴影中的那块碑就是圣号碑了，碑刻的正面写着大明熹宗哲皇帝之陵，这个年号听着比较陌生，要是说天启皇帝卓佑教或者说木匠皇帝，知名度反而会大一些。碑刻下的须弥座上除了双龙戏珠之外，还有罗轮伞盖花冠鱼肠这8宝，我在13陵的圣号碑中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造型。看完这边，我们可以在明楼之前俯瞰下方的风景，也可以转一圈后边的宝城。德陵的宝城不算大，没多久就转过来了。宝城内侧就是它的封土区域，里边已经是树林了，基本看不到细节。倒是在封土外侧的位置看到了一只小松鼠，这在我们的德陵之旅中算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回忆。而这边的砖石看起来都是见棱见角，外观比较新，想来是后期修缮过。而且我们不难发现，德陵的位置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，想来也是精挑细选的风水宝地。德陵后方的外侧居然还有一片新的墓地，这是新时代的公墓，也是历史变迁所留下的痕迹。而在过往的历史中，天启皇帝是一个投错了胎的人，他当木匠是绝代的，当皇帝则是失败的，而权力向来都是厌恶真空的。如果皇帝沉迷木匠活，不理政事，那么权臣外戚和宦官至少就会有一家做大。事实上，宦官魏忠贤就是在这时候做大了，变成了权倾朝野的9000岁。时至如今，很多武侠作品中的最终 BOSS 往往都是号称9000岁的太监，这里很明显就有魏忠贤的影子。可见那些手里握着笔杆子的人对魏忠贤是恨怕交加，总希望有天降神力将他消灭掉。但消灭一个魏忠贤并不能挽救即将倾颓的大明，如同打死一只啄木鸟也不能救活倒塌的大树一般，因为它的根儿在多年以前就烂掉了，只待倒塌的大树上开出新的绿苗，长出新的参天大树，然后再倒塌下去，这便是历史的循环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